大家好，我们现在呢是在去商务图书馆的路上啊。等一下，如果你看到最后的话呢，就带你去看一看，在吉隆坡市中心的商务图书馆啊是怎么样子的啊！不要走开啊，主要还是为了留下你。话说昨天呢，我讲了大马人陈立武啊，他去在 Intel 做 CEO 啊这样的故事。当然，这个画质、音质啊都不太好，这个跟大家道歉。那我实际上呢也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留言。是的。我之前在看 IG 的新闻，看媒体的新闻，我也看到了留言。有意思的在什么点呢？是因为跟他的个人经历有关系的。我们观众也跟我做教育，哎呀，我说你这个太夸张了，你只是看了我的标题，你一定没听我的内容啊。因为他小时候是出生在酒后的麻坡，然后不是小时候，他出生在麻坡，只是说他的那个出生地嘛。对，他出生地是麻坡。你看最新的 Astro 的新闻啊，包括大马的媒体还是很客观的，很这个 reservative， 讲得很对啊，说出生在大马的陈立武，对吧？或者叫大马人陈立武没有毛病啊。那他年轻的时候就去新加坡读书了，麻坡离新加坡近嘛。你开啊100-200公里就到了，很多人去新加坡很正常。他去那里读书，读书完在美国读书、工作、创业，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要说经历就是这样，我不可能没有查过。我相信网上很多人在讲的时候，你看这一次的大马媒体啊，大家也都在讲啊。那就有意思的话，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像我们小的时候看这样的新闻，大家也会讨论他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哎呀，为什么你看我们人才又流失了？但是现在中国是噤若寒蝉，大家都不敢讲这些话了嘛。我当时觉得说，我完全可以理解大家觉得说陈立武是麻坡人这个事情很让马来西亚人振奋鼓舞。对呀。而且就是他出生在这个，你要知道所谓的叫幸福的童年滋养人的一生嘛。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是在麻坡，他小时候在这种乡野田间淳朴的民风滋养着他，让他能够有很好的心态，到新加坡这样一个非常竞争激烈的地方，在学术上面找到了他的这个 passion， 又可以远渡重洋去这个进一步的深造，然后能够在这个互联网在这个半导体的行业里面闯出这么厉害的一片江山。那这其实也是可以归因到他在马来西亚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因子啊。这一口气很长啊。但是你看我把王太请过来，她不是半导体，但是她作为一个女性，她的观察是很细腻柔软的，补充到了很好。因为我刚刚没讲完呢，就是看到这些评论，媒体报道还好，但是评论就比较两极分化。有一派就像你讲的啊，我们很为他骄傲啊，你看我们大马人，对不对？然后甚至于有些人站的视角更高一点，我相信很多人也意识到，哎呦，不好意思啊，他好像是在新加坡学习的，他在美国成长创业的，他好像国籍已经是美国人了。但大家找到另外一个视角说，你看现在4大半导体公司掌舵人都是华人，叫华人掌舵NVIDIA 的黄仁勋，台湾籍的美国人，然后 AMD 叫安摩电，他的 CEO 苏峰姿，他也是台湾籍的美国人，然后再来像 Broadcom 的也是很大的做设计的，再到 Intel IDM 模式的，都是大马人，一个槟城一个麻坡，大家找到了这个视角，这是一派，很为他们自豪。我其实也是这样想的，你说这种感情它本身是很朴素很自然的，无可厚非嘛。但是其实对我一个对半导体产业不是很懂，但是非常有兴趣的人，包括因为以前我在做企业法务的时候，其实参加了很多中美之间的所谓半导体行业的相互这个前置的一些这个法律的论坛。我其实有一个疑问对马来西亚，就是说像中国以前是用国家的这个实力去发展这个半导体，你看现在中国政府他认为他的半导体已经达到了世界的这个先进程度，那么马来西亚他如果是想抓住这个半导体的这个东风去发展的话，他是不是也投入这个国家队的这样的资金，还有包括人才的这个培养，是不是可以就是短期之内就能够成为一个半导体的新摇篮呢？这个很好，这关于大马的半导体发展的，本来在直播中我说我不太想聊的，因为这个有点敏感，但最近聊的人也多了，我看大家对批评的接受程度也不错。好，那我放到最后一趴来讲一讲跟大马的关系。而且王太这个提醒是非常好的。但是你看我刚讲的是一派的声音，另外一派声音呢就更加的好像批评声音多一点，说你们搞清楚人家早就不是大马人了啊。他说你看我们大马怎么老是变成人才输出国，对吧？说哎呀，你是在我们新加坡接受的教育，也有这样的，这个声音也很多。一方面呢，我觉得你们讲的也对啊，这是我很羡慕，我也
觉得很不错的是一种批判精神，这个在当今的中国已经越来越少，也不能被听到了，有话你也不敢说，大家愿意批判，说明还是媒体自由的，对吧？但你纠结在这个问题里面，在我看起来呢，就是我们还是有点不甘，有一点不忿，就说哎呀，你看为什么我们的人才走了，会有这种想法，其实很正常嘛。人总是往高处走的，哪里的科技更发达，机会更多。再讲大马又不是半导体的科技中心，他去到美国这是再自然不过的啦，在中国也是这样自古以来都是这样，人都会去到好的地方，甚至于你看以前清朝还要把人才公派出去，去英国去日本留学呢，这个是个很正常的事啊。我能够理解大家的这个想法，就是说人才流失中国也有嘛，以前是包括现在也是高校里面的顶尖的毕业生都是往这个美国的一流学府去深造，拿到奖学金，然后很少一部分才能回来。但是就是说我不知道中国这个做法以后马来西亚政府会不会考虑，就是我们也有所谓的什么长江计划、回流计划、千人计划等等，它会给到非常优厚的一些 package， 有的，还有一些职称，对吧？有的一些那个政府的投资，去让这些归国的这些已经入了外国籍的这些学者们，能够在中国的这个高校里面，或者说是在中国直接创业，他就给你那种扶植的大马有的啦，而且新政府上台以后，他们的政策好像有统计，已经很成功的吸引一些人回流了，那也是挺好的呀。我是想说这种批判精神是好的，但是在成熟度上，你看加拿大也大量的人流到美国，那在美加他们很少会把这种事情非常这么不忿的去讨论。大马比中国成熟，但是美加会更加成熟一点。我觉得大家如果停留在抱怨，那大可不必。第一，这个事情短期是解决不了的第二呢，这个事情和半导体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如果你像当成娱乐新闻看，你看我们大马人有出息吧OK， 那么就是娱乐新闻。你要把它混杂到一个科技的一个国家政策的发展，然后你要用这个东西来说事的话呢，我觉得就有点跑偏了。那我们没有说完，刚才王才抛出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马上就回来讨论一下关于大马的科技。可是你想想看，各种各样的纠纷和探讨之后，有个关键问题他是哪里人很重要吗？是这个事情的关键点吗？不是啊，因为他首先是一个美国人，他一定是以美国利益优先的。第二，他被任命为 Intel 的 CEO， 他自己长期又在 Intel 的董事会有工作的经验，他一定是以 Intel 的股东利益，他一定是以他们的客户和员工的利益再作为考量的。这肯定是最重要的这个事情。所以如果大家关心的是大马的人才大马的半导体，那这个才好像是这个事情的重点。那么我回到你的问题嘛，你觉得说这个是否一定要一个国家的一个大的一个托举才能够成就半导体，对不对？对啊，因为不是最近有看到说这边马来西亚政府是帮助一个企业去买了一个几十亿还是几百亿的一个 license。不是这样的。我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我看也有媒体甚至于新闻去引用说大马的一个科技振兴计划啦，和80年代类比啦怎样然后现在花了2.5亿美金这有一点就是只知道一点点然后他把不同的事情关联到一起了。就大马呢确实推出了他的半导体的国家策略，他呢最近实际上是花2.5亿美金，2.5亿美金相当于11亿的令吉。那这个只是他的一个项目，它不是他所有的，而且他也不是一次性花的。他呢花2.5亿美金分成10年支付给 ARM 公司，去买了芯片设计的一个叫做授权 license。你知道芯片设计的这个 license 大概是什么意思吗？相当于就是买配方。我知道呀所以我觉得很奇怪，这样一个东西的话，大马政府买下它的 licensee 是谁？然后他将来 licensee 他还要 sub license 给大马的哪些企业？我就是一想到这个东西，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一个法律上面的一个架构了。是的因为他用政府去谈呢，谈到了 deal 他说要比一般企业自己去买会更加便宜一点。我也觉得可以看到大马政府的决心，但是他一定不是说因为我们大马已经有2家做芯片设计的公司了，我帮他们去买。至少新闻不是这样说的，是说我们买下来但是呢我们国内有2家上市的和这个做芯片设计的公司，他们将会受益。人家是这样讲的。那因为他完全可以拿一样的 license 去谈好一个法律架构，允许他去 license 给
更多的愿意在大马孵化芯片的企业，然后政府比方说我会来调控你们做出来的芯片，把你们的 IP， 比方说有一些可以共享的东西，它可以去做共享，这些都没讲，但我觉得政府买它一定会算盘也会打得很精，觉得这样对他集中精力的去烘托芯片设计会更加有用嘛？你这问到提醒我了，他才会这样去做嘛。ARM 是一个上市公司，其实看一看它最近披露的这个 public announcement 里面，它会不会披露这样一个合同？因为我感觉从金额上还有从它这个合同的相对方式，马来西亚政府的话，这应该是属于一个 material contract， 一定是会有 ARM 公司这边的这个详细的分解，我们也可以去留心一下。是，那我倒是觉得，我们回到这个事情的关键就在半导体，它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在于大马希望这样做，可是它具体的路径是什么？大马原先是做芯片的制造，尤其是制造的后端 test assembly， 那现在一直强调它的半导体策略是强调设计，在我们这里就在这个普通啊PJ 啊开始设了17、27的园地，也提到了说 OK 我们要发展那个什么计算模块，要发展 AI 晶片。我看到 AI 2个字我头都大了。其实我要倒退回来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说它的马来西亚现有的是半导体产业的后端产业，就是意味着说它前面这部分都是在外国时完成之后再把东西运到马来西亚来进行这个封装测试组装。对，这个意思吗？是这样的，因为制造呢大概分成2块，一块是前端的，就我原先工作过的那个是 Fab， 就是相对科技含量高一点，自动化程度更高一点，投入的资金也大一点的。他呢做了一半以后，后面的把芯片切割开来，做一些测试啊，这些工作是叫封装测试，但也有先进技术了，这是制造的后端。那设计是别人设计的，在美国，在这个原先台湾啊、韩国、日本很多，中国开始发展，也发展了很多年。那大马呢，就是在制造的后端，因为做完以后呢，冰城出海口也就直接把它给运走了。大马主要是做这个，原先中国也是以制造比较多的。当然这个肯定比大马发展的要晚了，大马是1970几年就已经有了，所以大马是做制造的，现在要向前迁移到这个设计领域。那现在马来西亚它所从事的这个制造这一块来说的话，它可以算作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叫就是需要这个劳动力比较密集的，是属于这种manpower以为优势的一个行业吗？相对密集的，因为英特尔在大马2个工厂第3个工厂在建，前2个工厂已经在大马雇佣了1.5万人。第3个工厂说要多增加4000个人，2021年投资到现在还没有投入运营，因为英特尔自己犹豫了。那这样的这些工厂，它的对这个 manpower 的这个 skill level 的要求是怎样的呢？不是很高的，我们都叫 operator 嘛，就你在里面操作就好了。中国以前招不到人，工资太高的时候，连内蒙古啊这样都跑去招了。是这样子的。那么再提到你说的，就是前端的设计这些是属于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吗？这个绝对是智力密集型的。但是你说劳动的话，也需要人。因为大马现在讲的 AI， 为什么我一听到 AI 晶片，我脑袋都炸了？因为我真的觉得不适合大马，因为在中国也没诞生出一家成功的 AI 设计公司。不是 DeepSeek 叫应用的创新，它是靠软件和算法。它不是像我们原先那种芯片设计，一家做数字芯片设计的公司，你可能要上千个人的规模，才能做一家公司，然后它的投入很大，一次流片几百万美金，失败了一家公司所有的融资全部烧完结束。失败率又很高，所以你讲的国家托底是有的，基本上从台湾、韩国、日本、美国到中国，都是国家行为的投资，因为投资人不太愿意投入这么不确定，虽然高毛利，但是风险极高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我不太了解，就是这里面的失败，就是说它的投入是什么？是因为大量的人，然后大量的这个设备。对，你想上千个工程师。半导体芯片工程师的薪水都很高，对，一般来讲2到3年设计第一代的芯片。就是你的意思是我这个钱砸进去，这么多人雇起来，2到3年不一定会有一个结果。中国到现在没有砸出来成功的 AI 的芯片。那么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就是说，现在在世界上放眼全球，哪几个国家是属于有这样一个产业集群的设计？其实也就只有英伟达和 AMD， 然后英伟达又是绝对的老大。那都是在美国是吗？都是在美国。那他们这个研发中心也都是放在美国本土的？在美国本土，在中国有一些辅助的设计，然后别人做好了，他做一些改款的一些开发，有可能有他这样的人才。那他为什么会要放在美国？他不能够把它放到就是相对其他用工成本然后
各方面成本都会比较低的一些地区呢？这有什么原因吗？我觉得有知识产权的考虑，产权考虑，知识产权的这个考虑，智慧产权。那么同时，美国确实有最多的人才，美国的各个地方的高校都培养了大量的半导体人才，它本身就是半导体这个诞生的地方嘛，那它确实是有的，那我想讲的就除了人多不确定，大马还缺一样东西，也就是人才，因为全球在人群当中，工程师的比例好像是1:120左右，但是大马做生意的人特别多，你发现吧？大马的工程师是1:170，就比别人少了1/3。那么你可以算算看，3400万人去掉一点外国人，大马的工程师只有不到20万人，这还有各种各样的呢，什么生物啦、水土啦、土木啦、机械啦，这些算下来，算到微电子有上千人吗？有吗？有的话，我原先在大马招聘早就找到了。都没有这么多人，你说怎么能够说他政府的想法是未来要这个计划要诞生10家 IC 设计公司，带来200亿美金的收入？报道里面还说能够占 GDP 多少，那个数字都算错了。大马是3、4千亿到未来发展到5000亿美金的 GDP， 这个占比其实没有这么高。就是他有很多事情都搞错了，然后要诞生这么多的公司，我觉得很难。中国到现在一家没有因为我特别想问一下，像你说到了美国嘛，你说这些设计中心都在美国，他们都是有没有一个群聚效应，就是他们都会扎堆在某一些城市？有 Rhode Island，Phoenix。然后Los Angeles，再到 Milpitas，再到这个中部的一些城市，还有五大湖区，就这些地方。明白，就是我感觉马来西亚的这个半导体产业，好像他们设厂都是设在，就是说不是像一个群聚效应。南北大道嘛，它也是基本上在南北大道，然后在这个槟城，就是在这些厂。我们在那个吉隆坡也看到 Texas Instruments， 然后有看到槟城是有一些，槟城我感觉到可能已经是有一个群聚效应了。是。但是呢，其他的地方的话，如果是从无到有要新生一个的话，是不是必须要把这些企业就聚拢到这里去发展？完全是，就说设计完全是一个新的。你看，我们原先做的还是模拟芯片，不是制程最高、投入最高的这种行业，那种痛苦，那种太容易失败了。几百家，中国在发展这一轮半导体前你知道，别看那么蓬勃，我们有个统计的数据，全中国超过100人规模的芯片设计公司100家而已，超过1亿销售额人民币，相当于才6000万马币啊！那现在大马上市那些公司还没到6000万马币的年销售额呢，有几百万马币，刚刚蹭达到1000万马币的级别，100家不到。这是中国的水平。然后大马这个计划，你说要诞生10家芯片设计，我觉得1家都很难。所以呢，这个就是数字是不会骗人的。对，我觉得大马最适合做的就是接着现在的芯片制造，你再投入嘛，又可以拉动就业嘛。对，不要想那么多嘛，让他们能干上半导体，赚更多的钱，对大家已经是个提升了。而且我现在知道，因为中美贸易战的问题，有很多中国的公司，甚至外企在中国的这些都愿意到大马来建厂来扩产。他们有这个计划，像 Infineon 什么 Malaysia 这些公司TI 都有这个计划的。那这是一种。第二种就真的就刚讲 DeepSeek， 我觉得大马很适合做 DeepSeek 这一类的。但是你看最近我有看到报道说，马来西亚也是考虑那个大数据还有数据存储嘛。其实我就有点疑惑，因为我如果看中国以前的这个发展，像数据存储这个都会放在比较凉的这些地方，比如说贵州天气是比较。但是我想了想，马来西亚嘛，金马伦高原这个气温可能比较不，那个是如果能放的话，那自然是有优势嘛。因为中国以前有一个计划，就放到贵州这个地方，对，因为政治的原因把它取消了。大马你这个不叫数据存储，它其实叫 data center， 就是说数据中心。因为随着 AI 的发展呢，对数据的存储和处理要求，对 server 集群的要求也很高。这个大马其实我个人判断也在发展，并且是很合适的，应该也要做这个。你这个提醒的非常非常对，它跟 AI 也相关的。马来西亚为什么是适合呢？它是地理的条件。第一，政治上不和任何人有风险。当然呢，有些人在讲就是说你好像老是怼美国，和中国跑得太近对不起，我虽然中国人，但是我觉得这些人讲的是对的。大马应该保持像新加坡一样的中立。我想问一下，包括以色列的话，它在这方面，马来西亚将来半导体还有这些人工智能数据存储方面，是不是它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国家？以色列没有，我觉得现在就是说人才基本上都是在美国。OK， 这基本上都是在美国。中国有一些软件的人才。那讲回来，像数据中心，大马为什么合适呢？我刚讲的是政治。第二呢，大马没有任何的天灾，
因为数据中心是很怕像地震啊什么的，以前台湾经常因为发生地震，那些工厂就要歇业很久，导致全球的芯片价格会波动和震荡。地震对没有。第三呢，大马地广人稀，有的是地，因为你可以想象，你知道那个服务器可不是像我们家冰箱放一台，我知道像冰箱我看到过要放几个足球场这么大的。对啊，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大马的能源价格又比较便宜。是。第五点，大马的人工也便宜。而且呢，第六点，为什么我也说可以做 AI 的应用层面？你有没有发现，大马虽然我说工程师相对比较少，但是我们身边我们观众里面学软件的、学 IT 的还蛮多的。对，很多人都说我是搞 IT 的，尤其是女生，哇，这个比例远远超过中国。我说比例哦，不是绝对数哦，所以很适合搞这个也很流行，也有很大的产业价值。然后呢，也如果说政府如果说要好听一点，我在搞 AI 啊，我给大家很好的交代，也不错啊。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其实我们从中国很多的这些公开报道里面可以看到，很多中国的一些这些所谓的不良商人啊，他就趁着国家想要发展这个半导体的东风啊，然后去骗取了国家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创新基金，很多的，最后是几十年下来，就是竹篮打水，几百亿这样，就是全部都烧掉，然后屁也没有开发出来。中国就是在我那个公司参与创业之前几年，就中国最近10年。所的这个带来的半导体的这一轮发展啊，其实已经晚了，因为再早10几年的时候，中国就要打算高投入半导体了，就是因为那个汉芯的事件，因为有交大的教授把摩托罗拉的芯片拿来。但事情不会有这么简单，他一定也是研发不成，为了交代或怎么样，他肯定在做这个事情，导致中国有10年时间不敢投入半导体了，怕被骗，自己政府也怕被骗。所以我们讲回来，我觉得大马很适合做这个。你说大马有很多软件人才，这个不需要投入这么多，但是你一旦做出来，你想想看，大马如果有个 DeepSeek 的话，那美国人不会掀起这么大的波澜，肯定很敢用啊。然后这个给世界带来的正向影响。这个叫奇袭，你不要去挑战自己的弱项，挑战别人已经做得很好，新开辟一个产业，你应该在已经有的基础上去思考怎样发展，才有可能会做得好。当然我个人的这个愚见嘛，但我觉得我应该会比大部分人对半导体的了解要多，所以也就这么谈一谈。挺好的。挺好。好，那么这个就是由陈立我讲回来的，最近正好讨论半导体嘛，我们呢平时也蹭不上什么热点，人也笨笨的，碰到这个事情就讲给大家看。说话间我们快要到吉隆坡了，等一下带大家去看看商务图书馆，也是我们家买实体书比较常去的一家店吧。对，太牛了，今天帮我从台湾搞到了2本书。我们等一下去看看啊。这是去商务印书馆王太订的2本书，什么80字数林语堂的鲁迅的敌人还有一本为幸福而生，刘宗坤最近喜欢的 YouTuber 对，就最近他有一个叫什么徒步行者，对吧？叫徒步的骑手徒步的骑手，我觉得他真的是以前也是法律人嘛，退休的这个美国律师了，但是他是北大的哲学系毕业的，我觉得他的这个讲述非常好，充满着理性的哲学，而且听着不腻，是的，不会睡着，很有道理，然后很说服我，就是如何不要去跟不可能改变的人去浪费口舌。太好了！好，马上就在商务印书馆啦。刚才王太把书拿好了，我就开车带大家去看一看。其实你看这个建筑很老的，好像是个老教堂吧，还是什么样的建筑？有不少人在街拍拿着相机。这个是单行道，去不了。我发现一家鲍师傅，但我感觉应该是假的。哇，这次很多这个样子小。个嘛东西跟鲍师傅做出来都不一样。